呀。因为咱们这个呢是标准级的师资班，那么我今天早上想的这个课题呢，主要就是围绕咱们在做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肯定会遇到的一个过程，就是技法基本功，对不对？比方说一个孩子呢，从零基础到咱们的手上，那我怎么一步一步的把他教会这些基本功呢？所以今天早上的这个课程主题呢，我想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平常教学生的一些方法。那么在授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把每一个技法怎么去教学，怎么去练，跟大家呢一一分享。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跟我及时的留言，及时的互动，我们一起来探讨。希望这节课学下去呢，大家可以用在今后的教学当中，学以致用。这样就特别好了，不仅是自己学会了，更重要的是我能够自己学会的同时，能够把我的学生教好，这个是我们做老师的初心。好的，都进来了吧？好，那我们开始啊，就是我们作为古筝老师呢，收到了新的学生，我们通常呢会教他第一步是什么？认琴弦指法，对不对？好，那么当他会琴弦了之后，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去教他指法。可能在教指法的时候呢，偶尔也会插一些小曲子来进行教学。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省略这些小曲子，省略琴弦，就是把技法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哎，怎么样会遇到什么样的指法，然后这个进阶式的这个讲解。好，那我首先来讲一下，那针对一个新生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教他的手型？因为手型这个是第一步。那手型呢，通常我会跟他们说，你的手注意。当然，我现在并不是说，哎，这个好像彭老师讲的特别简单，怎么还讲手型呢？其实，因为我在我的一个改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很多老师他自己的手型呢也是需要进行略微调整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手型再稍微的跟大家讲一下啊，是因为我经常改大家的作业，所以我知道的。手型呢，就是其实就像散步一样的啊，你散步的时候这样放松，然后拿上来，这个就是咱们的手型了啊，放在琴弦上就可以了。所以不要想着一弹，然后这个手就紧张啦，或者是说就是这样子像握一个鸡蛋一样的。通常我不太会建议老师跟学生说，哎，你的手型要像握鸡蛋一样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你在咱们那个年代，在初学的时候呢，老师会跟我们去打比方，就是说，哎，你的手型啊，要像握一个鸡蛋一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那么这个握鸡蛋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确实有点像握鸡蛋，但是呢，哎，你会发现，如果是说，哎，我们跟小朋友这么去讲，那小朋友他都会思想就会觉得，哎，老师说了要我握鸡蛋，那我要抓住这个鸡蛋，不能让这个鸡蛋给它掉下去，对吧？所以他会潜意识的在练的过程当中呢，一直保持住这个状态，并且非常的紧张，因为他认为我放松啊，那这个鸡蛋不就掉下去了吗？那我的手型可能会不会塌呀，会不会瘪呀？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语言一定要去考虑的非常全面。所以我们通常就会告诉学生，你放松就好了，你自己摸一摸你的手是不是紧张的啊？什么放松的？那你来摸摸老师的手。那你在平常散步的时候，你的手是什么放松的程度呢？对吧？那也就是这样，就是尽可能的去主要还是去让学生感受到放松，就是不要去用说什么像握鸡蛋呀、握苹果呀等等这样的一个词语，可能会导致他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紧张的状态。那这个在教学的一个语言上呢，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借鉴吧，我觉得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注意一下，手就是以放松为这个中心点，然后怎么样去让他感受放松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举的例子，
我其实就是要他放松，但是我会告诉他，哎，就像你散步一样的，对不对啊？或者说就像你轻轻的摸小猫猫、小狗狗一样的这种放松的一种状态。然后只是说摸小猫猫、小狗狗的时候，你的手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呢，就是把它稍微的收一点点就好了。好，所以这个是手型。那么我们在弹琴的过程当中呢，注意这个手型呢，其实都是一直很放松的。所以一直很放松的话，它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它一直这样保持住，是因为它一直都是很放松的、自然的一种状态，并不是说，哎，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你要保持这个手型哦。那如果很多时候跟学生说你要保持这个手型哦，那学生就会觉得，哎，我要保持这个手型，那我就固定住啊，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很紧张了。所以这个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会这样子，但是尽可能的完善我们自己在教初学者、教小朋友的一种方式吧，主要还是以放松为中心点，然后呢，去找到不同的这种放松的方式，这个是可以的。好，这是第一点，手型，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它记下来啊。我一点点的说，第一点呢，我们通常针对一个学生来了，我们会给他教手型，对吧？那手型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有的老师您自己的手呢比较紧张的话，你注意在弹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要怎么放松，像什么什么什么一样的这种感觉。早上好啊，好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开始涉及到弹单音了，对不对？我是循序渐进的讲啊，马上就是讲完单音，讲完单音之后，大搓啊、小搓啊、摇指啊、点奏啊、扫摇啊、夹弹啊、花指啊，这些呢都会给大家讲到左手的上下滑音，这些都是有的。每一种技法，我尽可能的这个在这个早上的时间给大家讲的非常的全面，好吧？好，现在呢，我们来进行到单指了。刚才讲了手型，现在讲单指。那么在单指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单指通常分成什么几种啊？一种是贴在琴弦的，对不对？然后呢，一种是离开琴弦的，对吧？这两种方式，贴弦提弹，离弦直接的弹，只有这种两种方式。那么我们来讲一下，通常呢，我们在针对新生的时候呢，他没有学过，我们会采取的是贴弦提弹的方式，而不会直接的是离弦弹。因为离弦弹的话，它需要一点力气，并且感觉不是很稳定，手放在上面特别就容易紧张了，所以它需要的是贴弦，贴弦就是放在上面，这样的话也不存在弹错音，也比较好准备。所以记住了，教学的过程当中呢，这些都是我的经验，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就是先教贴的，感觉更好弹一些，这样子啊。好，贴弦提弹呢，我们随便弹哪个琴弦，这个没有关系。那随便让小朋友呢放在绿色吧，感觉绿色的话他们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放在绿色的琴弦上。然后呢，手放松，手放松，其实就是手放松，然后轻轻的用你的食指放在绿色的琴弦上，然后把它轻轻的提起来。这个提起来就像什么呢？就像这里有一根线，你要把这个线给它拿起来啊，这种感觉放在上面，然后把它提起来。好，那么这个有很多老师，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简单吧？但是我发现呢，改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老师他这个贴弦提弹运用的不是特别好啊。比方说，我们都学过渔舟唱满，对不对？那么渔舟唱满呢，其实在慢板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都是用的贴弦提弹的方式，因为贴弦提弹的方式呢，它可以把这个音变成一种线条的感觉，就会当当当还并不是当当当，这个是点状，它是线条感，所以线条感呢就是放在上面，然后把它拎起来，明白了吗？好，嗦也是放在琴弦上，然后把它拎起来，拉也是放在琴弦上，把它拎起来，很松弛的，然后放在琴弦上，再放在琴弦上，明白了吗？所以
不要小看了，我刚才就是讲了这个一个点，然后把它拎起来。其实这个技法呢，就是你要弹得非常的通透啊，并且有力，也很松弛，也很这种就现场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么我们在比较熟悉的乐曲当中，宇宙超人当中呢，给大家展示了。如果不是这种粗弦方式，你听一下啊。如果选曲这样子弹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好像并不很优美，这样的宇宙超人，对吧？因为确实我改作业的时候呢，我发现老师他是这样子去弹的。当然，我不能说你弹的不对哦，只是说你的这个音乐的这种感觉是不太对的，也不好听，对吧？所以我们在弹到后面的时候，为什么强调基本功呢？其实这个基本功它就是在我们初学的第一节课练的这个贴弦，然后体弹的方式，每一个手指都这么练，明白了吗？好的，现在呢，所有的老师带上知晓啊，然后现在开始跟我一起练一下，好吗？我讲技法的时候，讲完了一个，我带你们消化一下，带你们练一下，然后我们再进行到第二个技法。这个技法的循序渐进呢，其实就是给小朋友们在课程当中的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我们的这个古筝的技法，古筝的基本功，怎么给它串联起来啊？好的，来，把你们的食指拿出来。好，我们就一根琴弦，好吧，比较统一一点，就这个绿颜色13号琴弦，好吗？绿色13号琴弦，然后注意手放松，手放松。好，把你的食指放在琴弦上，然后也是很放松。好，现在呢，把它拎起来。你拎起来的感觉就是，你要把你的手呢是很沉的放在了这个琴弦上面，感觉就是这个沉有点像什么沉啊？就好像，哎呀，我现在头好晕啊，然后，就靠在我的手上的这种睡觉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沉的感觉啊，能理解吗？很松弛的搭上去，好，然后呢，把它拎起来。好，再来，还是继续啊，我们来一起来练哦，一定要沉下去，非常的松弛，然后把它拎起来，来走。再就是呢，我们一定要对节拍器练习单音的时候，就要让学生养成用节拍器的习惯，不是说等他弹到高级别了，好，我再让他用节拍器，而是在他刚开始学单音的时候，就要让他练用节拍器啊，这样的话他的节奏会很好。其次呢，就是让他知道，当2、3、4，比方说我们4拍一下，我2、3、4的时候呢，是我调整手型的一个时间，因为刚开始弹的时候，他的手型可能不是一下子就那么好，所以咱们也需要留一点时间让他去调整好他的手型啊，这样子再来走，2、3、4，好，再继续放松啊，走，2、3、4，好，继续。好，我们换中指哦，一样的方式，放松啊，把中指放在上面，琴弦上面，其他的手指呢，你不要翘起来，也不要就是往里收得很紧，直接就是放松，然后中指稍稍的拿出来一点点就好了。一点点是什么程度呢？就是反正他可以完成他的工作就行了，但是呢，整体还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也没有很大的变化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放在上面，然后把它拎起来。好，再来一下中指。再来。好，无名指啊，继续啊，同样的3下，也是一样的放松，然后无名指呢，轻轻的放在这个琴弦上，然后其他手指呢，只要不要碰到别人就可以啦，尽可能的就是放松，不要有跟刚才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好，来走，2、3、4，2、3、4。
手提起来呢，我其实就是让你把它这种嘣，把这个音给它拉起来的一种感觉，所以会让大家有一种提手。那么在提手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放松的一种方式，提手，然后放下去啊，不要，就是一上来就是大臂啊，它其实是一个小臂，就好像是这里有个线，我轻轻的把它拉起来，这样拉起来这个线的感觉。你拉线你不会这样拉，对不对？好，大拇指也是一样的，一起来练一下大拇指。2、3、4，贴弦。2、3、4，手放松，大指呢平贴啊，平面贴在这个线上，然后把它拎起来。2、3、4。2、3、4。2、3、4。2、3、4，放松。好，这个贴弦的单指的接法大家学会了吗？学会了的话，回一下1，然后我们就继续学，都可以吗？这个技法运用非常广哦，就是基本上呢，我们所有曲子的慢板它都要用到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太棒了，太棒了，都会了。千万不要小瞧了我们在讲的基本功的任何一个，你会发现我后面曲子要弹好，我后面曲子要弹好，比如说音色好啊，各方面好，那跟我们前期学这个是非常有影响的，对吧？好的，那么我们再来学一下单指的这个离弦快触弦。离弦快触弦，那么离弦快触弦呢，我们通常会运用在我们的快板当中，比方说浏阳河的快板，浏阳河大家应该都是有弹过的啊，都是属于我们初级的曲子。你看，慢练。这样的话，它的音色就会比较干净，对不对？然后连起来。这个浏阳河的快板呢，运用的就是我们的离弦快触弦的方法去弹的，它的声音是非常具有颗粒性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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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非常具有颗粒性的。那如果是说，我们用刚才那种方法去弹的话，如果是贴弦。对比下有什么区别呢？2种不同的触弦方式啊，我用的一种是离弦快触弦，一种呢是贴弦，然后提弹的方式。大家觉得，这样子去弹浏阳河的快板有些什么不同呢？能不能回答一下？是不是觉得？一个就是很有颗粒感，对吧？咚咚当当当当，很有弹跳性。然后另外一种就会感觉好像就比较拖的一种，对，音色不太一样，非常好，这个是最直接的回答的方式。对，所以我们在快板的时候呢，我们会用离弦快触弦的方式啊，慢板的时候呢，会用贴弦提弹的这种方式。一种是线条感，一种是点状，点状适合在我们的快板当中，然后我们的这个慢板呢，适合这种线条感多一些，让歌唱性的感觉。所以这个方式呢，现在我们就要接下来要讲到了，就是离弦快触弦。再就是离弦快触弦呢，需要注意的一个是准确，动作也要小。为什么动作小呢？那你弹快板，你动作大，你是不是速度就会影响啦，就没有那么快啦？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触弦的幅度速度，手的一个平稳，这个都是在我们练单韵的时候要注重的。不能说我弹浏阳河的手，当然我这是很夸张的一个告诉你们所以就是不要去噔噔噔噔噔这样去跳，手要非常平稳。
是拿这个13号琴弦绿颜色啊，首先来是食指，首先食指呢离它一点点的距离，然后手还是放松的，你就可以想成我刚才是放在上面的状态，对不对？现在呢，我把它离开一点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变化。这个时候呢，我指尖非常有力的砰，直接的过去啊，这样子。然后弹完了之后呢，手立马的放松，放松了其实就返回到原位了。所以你不要去就是跟学生去强调你弹完之后呢，你要回原位。那弹完之后回原位，学生的脑海里是我弹完之后，我给它放回去啊，就会觉得我弹完之后放回去，就是其实弹完之后回原位是因为弹完了立马放松。它立马放松了之后呢，它就返回了原位，而不是说我弹完之后我要为了放回原位而回原位，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太一样的。那你们就记住啊，就注意一下你们自己的一个语言就好了。弹完之后放松，放松了立马就，你看我说的手在哪里啊？它用力弹一下放松，弹一下放松，是不是就回来了？所以它是因为弹完了之后放松，然后立马的回来，是这样子的。再就是指尖呢，一定要非常的有力。这个有力的话，主要还是靠长期的练习，就是怎么样又快又准，然后又狠，就是又有力啊，就是这个呢，还是靠平常的一个多练习，所以就是这样去练就好了。为什么会有的同学弹的这个快板的音色非常的干净利落，然后又通透呢？主要还是练习的基本功单音会比较多一些。方法呢，其实说起来都是这么简单的，皮放好就行了，不要上下跳动，就尽可能的动作小一些嘛，因为你动作小的话，就不会影响到后面的这个速度了，对吧？动作小一点，然后离开一点点，也不要太大了，用指尖，然后非常快速的直接过弦，过了弦之后呢，立马的放松就行了，放松就好了，其实就是回原，放松了你自然就回原位了，这样子啊。好，跟着我一起练哦。这个技法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地方了啊。来，走，食指每个3下啊，走。好，2、3、4，可以给2、3、4的时间给学生进行放松的调整和准备好。好，2、3、4。4、2、3、4，好，我们中指来走，2、3、4，2、3、4，2、3、4，这样子非常好啊。无名指走，2、3、4，2、3、4，2、3、4，这样子。好，这个技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还有大拇指，大拇指是一样的。好，大拇指呢可能就需要稍微打开一点点了，因为如果太小的话就会碰到这个你的手，稍微的一点点打开啊，走，2、3、4，2、3、4，2、3、4，好。关于这个技法，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你觉得，我的流阳和的快板感觉练的不是很好，就是音色方面练的不是很好的话，你就需要单独的去练习这个快速过弦的单指训练了，叫离弦过弦的单指训练。那么
比方说你要弹浏阳河的快板，你也可以这样一根琴弦一根琴弦的练，先不要管节奏了，就是这样子，会了吗？然后多练多练呢，你自然的话，你的音色就会提升的很快。你好，好，这个技法大家都学会了吗？学会了之后呢，我们来再学习一下大搓、小搓。刚才是单音，现在是两个音来了。那么大搓、小搓呢，也同样的，我们就是主要还是这两种方法，一个是贴弦，一个是不贴弦。来说一下贴弦，贴弦的话，来我们还是拿绿颜色的啊，绿色比较明显一些。那么你的手放松，对吧？然后中指放在这个绿色的琴键上面。好，大拇指呢要把手打开，然后放在这个绿色的上面。其他的手指呢还是放松的啊，不要这样翘起来。有很多同学弹大搓的时候呢，手很喜欢这样子，紧张了，看到没有？所以往里收，往里收它的这种重量呢，它的力量就是往里的这种感觉。不然的话，你的手翘起来，不是说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而是你的力量呢是往上的，力量就这个往上走了，它其实力量要往下，要能够穿透琴弦的感觉，要往下。所以放松，然后往里收。往里收呢，你不要就是为了往里收而往里收，其实就是还是放松的原则。放松啊，你看手放松了吧？中指放在琴弦上，大指放在琴弦上，一起放松。然后呢，把它抓住了，指尖呢要给它抓住琴弦，指尖抓住琴弦呢，然后把它拎起来，这样子。好，弹完了立马放松，听见了没有？弹完了立马放松，这样的状态放松啊，再来一下，走，3、4，放松，好，再来啊，放在琴弦上，走，2、3、4，好，要注意一下你的声音是不是非常的浑厚，很通透。啊，你的大搓这样子就会非常的成功，弹的就很好了。再来一下，放在琴上，然后把它拎起来，走。好，那么大搓完了，我们来说一下小搓，这个就放在一起讲了啊。小搓呢，其实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就是食指和大指啊。找到，比方说我们的蕊梢放好放松啊，还是一样的手型，第一步手型，第二步食指放在琴键上，大指琴键放在琴键上，然后其他的手放松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拎起来，放松，好，落下去，好，再来啊，走，好，再来，走。再来，明白了吗？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小搓了。好的，大搓小搓。那么也再说一下，离弦的大搓小搓和我们离弦的单音呢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在往后学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真的是要把前面学扎实了，后面其实就是顺着前面稍微的加一点难度，这样子过来的。大搓，啊，大搓呢也是离琴弦很近，然后离开琴弦迅速的往掌心方向往里切，就像我们去抓东西一样，嘿，嘿，这样抓东西一样的感觉，往掌心方向，哎，然后弹完之后立马的放松，放松了立马放松了，其实就是回原形了嘛。走啊，离弦，快触弦，松掉。
该松掉了之后呢，就是又给它在做准备的一个手型了。来，1、3、4。好，没有什么问题吧？离弦快出弦啊，注意手部要非常的有力。那么小搓也是一样的，离开琴弦，迅速的出弦。2、3、4、3、4啊，离弦快出弦。4。好，注意手部的放松就可以了。这个大搓小搓离弦贴弦的话，是不是讲过了前面的单音，就会发现大搓小搓呢，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啊。所以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基本功呢，其实就是越简单的方法，然后一直反复练，你的基本功呢就会越来越好啦。这些都听懂了吗？好的。那么刚才讲了我们的这个提弹，然后呢，就是提弹，然后离弦快弹。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夹弹。夹弹这个技法呢，通常是运用在我们传统乐曲里面的。我们大家弹过很多一些传统乐曲，就会发现，我们北派的曲子都是用的夹弹的方法。那么我们现在呢，再顺带讲一下这个大搓的夹弹的方法。夹弹呢，来先看一遍，它这样子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夹弹。那么在夹弹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同学会遇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它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有很多同学是这样子的？就是弹着弹着就成了哒当哒当，就感觉很难合到一起去。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是什么问题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提前的用力，造成了用力的不平均，反而导致你发力呢，就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成这样子了。明白了吗？就是所以说呢，你要放松，然后呢，想了1、2，直接的1、2、3的时候用力，而1、2的时候呢，我仅仅就是搭在上头，是非常软的，非常软的搭在上头啊。我到第3下的时候，我再同时的用力。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大搓呢，夹弹的大搓，它是非常集中的，不会有这个哒哒哒哒的这样的一个分开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弹夹弹大搓的时候呢，我们要无名指扎桩，或者是无名指和小指扎桩就是2种选项都可以，无名指或者无名指和小指，这个就是让它更加的稳定。那么我们扎桩呢，通常会距离大指2根琴弦这样，所以我们这个D调的情况下，这个手搜你要弹，然后你的名指和小指呢是放在兜的上方扶着就可以了。然后你的中指和你的大指轻轻的放在上面，我指的是轻轻的放在上面不是说用力的准备好，放在轻轻的就好了，摸一摸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说1、2、3，
1、2的时候呢，还是放松准备好；3的时候呢，是同时的发力。这样子，跟着我一起来练一下我们的这个夹弹。来，1、2、3，你看这个声音就给它到一起去了，对不对？好，再来一下，1、2、3，再来1、2、3。好的，明白了吗？1、2、3，是这样的一个练习方法。那么我们再分开弹一下中指的这个夹弹，就是中指放在上面，然后中指把它往下拉，来，中指往下拉，放松往下，明白了吗？手型放松，把它往下拉贴着它，放在上面，然后往下拉。大指也是一样的方法，放在上面，然后往前推。往下拉，往前推。这个就是我们的夹弹的勾托。好，我们夹弹呢，大搓、勾托都是夹弹的，小搓不会夹弹，就没有这样的夹弹的小搓这个大家注意一下。一般小搓呢，我们都是要不然就是贴弦提弹，要不然就离弦快速弦，就不会有夹弹的方式。但是我们的这个勾托的话，就是勾托或这个大搓呢，有的时候我们是提弹，有的时候是离弦快速弦弹，有的时候是夹弹这些方式我们都需要掌握的。我们再来练一下夹弹。好，来走。那有的同学会说，哎呦，老师，我在夹弹的时候，我的中指关节如果我要放松的话，那我会有一点点的别指，可不可以？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只要你放松因为每个人的手的先天条件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的同学的手呢，它是就是别指最多是别到这个角度，然后有的同学别指呢是别的很角度是很大的，都没有关系，所以你只要注意放松就是可以的，并不是说我不能别指。那么如果有的同学的手先天很软，然后他弹这个的时候，为了不别指，他把手绷得很紧，那么这样子的话反而造成了紧张，就更不好了。所以呢，这样的一点别指是没有问题的。放松好，来，我们来练3遍勾托勾托，来一起练3遍，走。好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练一下大搓，走。来。好，这个大家都学会了吗？我们这个夹弹的大搓呢，就注意了，它是一定要有这个扎桩的，扎桩的是无名指和小指，或者是无名指一个手指去扎桩。那么中间呢扎桩的话，要跟你的大指隔2到3根琴弦然后手呢尽可能的去就是放松，这样子好的。那么讲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讲一下下一个会遇到的一个进阶式的指法，就是托劈。我们有刚才讲了勾托大搓小搓，那现在呢托劈来了。那么托劈呢，就是用你的大指上下来回同一根琴弦，
那么为了稳定，所以我们同样需要扎桩。扎桩的话还是一样的办法，用无名指和小指或者无名指单独的去扎桩，然后呢手大指放在这个绿色的琴弦上，然后整个手呢它并不是这种垂直的，它是倾斜的，就好像是很懒洋洋的躺在上面啊，但是呢还是得立起来一点点的这种状态啊，平面的贴在这个琴弦上，这个角度是平面贴在琴弦上，然后其他手指放松就好啦，不要这样翘起来，放松的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往前推，然后往前推了之后呢，你的虎口的大关节给它回来，要求声音是平均的，就不能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一样啊。再来走。好，大家都学会了吗？这个脱皮，再来一下啊。来回的力度要一样。好的，这个技法大家学会了吗？脱皮，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后面练到高难度的时候呢，你可以再把它的节奏给它变成，可以这样1、2、3、4，1、2、3、4、5、6、7、8啊，来练一下，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脱皮了。这个技法学明白了吗？那么脱皮的话，其实运用是非常广泛的，不仅呢是在我们的传统乐曲里面，有很多现在的曲子也是一样的。有很多呀，对不对？好的。讲完了脱皮之后呢，我们来讲一下连脱和连抹啊。那么通常呢，我们是连脱连抹啊，就不太会有什么连勾啊、连打呀，这样就没有了。就是来，我们说一下连脱。连脱呢，其实也是跟刚才的这个脱是一样的手型，只是我们的这个不要去单独的扎桩了。但是呢，为了让它更稳定，我们也不是说把它拎起来往前推，这样不太好控制，也是跟刚才一样的。可以轻轻的靠在这个弦上，哪里靠呢？就是你的手指跪下来的这种靠啊，这样子啊，然后把它往前推。上面让它比较好控制啊，1、2、3、4，1、2、3、4，手往前推，它这个力量呢，感觉就是你搭在上面，非常的放松，很沉的压在上面，然后你的手把它往前推，往前推。
的把它往前去推动它。并不是说哪个手指去特别的用力，而是手指就是牢牢的放在上面，然后靠你的小臂整体的手把它往前推。连抹呢也是一样的，手指放在琴弦上，然后角度的话不要这样立起来啊，跟我们正常的这样弹不一样，你要立起来一点，对吧？那这个呢可以这样子趴在弦上面，手腕稍微的有点往下压的感觉，其实就是找到这个拉的角度，就好像是这样，我要拉你过来的这种拉过来的角度，然后放在上面。这个是我们的连抹。明白了吗？这样把它拉下来，这就是我们的连抹。连拖连抹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只是放在弦上，然后把它往前推的这种感觉。注意音量的平均啊，大大大大。除了注意节奏呢，咱们还要注意音量的平均。好。那么讲完这个的话，我们再讲一下花指、刮奏。花指呢，就是很多人说，花指跟刮奏不是一个意思吗？不是的。花指呢，其实我们指的是这种短的，刮奏指的是长的，但是基本上演奏的方法来说呢是一样的。花指呢一点点，比如说我们的打个比方，手收尾收前面有一个花指的话，这个花指就是一点点，然后基本上就可以理解成在你下面一个音的前面就可以。比方说我的是收，那我在收前面停下来就可以了，这样对着收。明白意思了吗？对着的，对着的，对着的，这样子的啊。这个呢是我们的花指。那么我们的刮奏呢是长的。那么这个刮奏呢也是手跟我们的连抹是一样的，放在琴上，然后把这个手把它往后拉。我们在刚开始练刮奏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子。就好像我的手特别的累啊，我要把它放在上面。然后现在呢，我指甲片抓住这个琴弦，然后把它用力的，我有点累，理解意思吗？我刚才这样子夸张的这个方法呢，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刮奏，它其实就是说发力的方式呢，就是用你的身体有一种很松弛的感觉，把它往后拉啊，或者说这个方向就往前推。比如说，我有点我头好晕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理解了吗？就它并不是光是手的一个这样拉，它其实靠的是身体的一种它本身的一种重力，理解意思吗？它本身的一种重力。这种往前推动，拿起来推拉的一种感觉我们左手来一起来练一下，右手来练一下，好吧？来走往前走，好啦。
声音是非常的力度大的，很通透的，并且你也很轻松，因为你用的是身体的力量嘛，所以还是非常的轻松的。来，走，右手啊。花指和花奏，花指的话就是你要注意一点点，就这一点点，然后花奏呢是长的，那么我们花奏的话呢，哪个曲子来一下？好像高级别的话特别多，然后低级别突然一下没有想到那个花奏比较多的地方。那像我们有很多高级别曲子，左右手的一个花奏就是这样。但是等着，它就是身体的一个和手部的帮忙，其实是一个推拉。就考生女好像是有点累了，晕倒然后呢，拉下来，就是用的是这种很松弛的力量去带动的啊。再来看一下走。所以刮奏呢，其实就是你要感觉很松弛，把整个手呢搭在这个弦上，然后靠你的身体呢去把它往前推、往后拉的一个这样的感觉。预奏唱完，好的，一下子没有想到，谢谢。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明白了吗？好。那么讲完了这个的话，我们来讲一下右手的这个爬音，好吗？然后爬音讲完了，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摇指啊。爬音呢，在我的一个教学过程当中，就发现有很多同学呢，他会不太清楚，他会这样子，就是感觉是一起弹的。没有很清晰，所以爬音的方式呢，比方说我们手哆瑞嗦哆瑞嗦，好吧，手哆瑞嗦，小指、中指、食指、大指，中指、食指、大指放好，然后一个一个弹，弹完就放松，弹完你看，弹完手指就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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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手型就复原了，放松就好了，一个一个弹，一个一个练。再来，放松，松，再来，再来，放掉，放掉，放掉。放掉，好，然后再等，我们再一起练啊，就是稍微速度加快一点点，还是一样的，听得很清楚，对不对？放松。左手一定是小指吗？关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没有说一定是小指，但是我所弹的，只要是背低音或低音声部的这样的，我都是用的小指，因为我觉得无名指的声音，听一下。
下，听起来会薄，就听起来的感觉比较薄，然后小指听起来的音色会更厚一点，所以低音效果更好。那么通常是用小指这样子啊，通常是这样子的。好，那么这个爬音呢出现在我们哪里呀？我们的这个浏阳河里面就有，是不是？啊的。好，这就是呢，要注意哒哒哒哒哒哒哒呢，一定要非常的均匀啊，不能有时候10块10枚就哒，不要这样子啊，一定要哒哒哒哒哒，然后连在一起，均匀的每个声音要弹出来。再就是呢，音和音的间隔呢是非常均匀的啊，不要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这样子，那感觉就听得不太清了。当然，这些呢还是要从慢练开始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你的手指牢牢的抓住琴弦，然后弹一个，放松一个，放松。放松走。对，我们通常都是左右手提前的准备的，然后呢，就是不要这样子离得太开，离得太开的话，音色不统一。你听一下，就不太好听了，音色不融合。再听一遍，是不是音色不融合？所以要在一条线上，但是不是说一定是直线了，是斜的就可以了。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需要扭动手腕吗？不需要，因为都可以正面出弦的呀，都可以呀，不会有这个斜面的呀。你要想一下，我们的指甲片是不是一个弧形，对不对？这个面是一个弧形，那你想一下，我这个弧形，我靠这边出弦和这边出弦，它不都是一样的吗？有什么区别呢？它是一个弧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平面。那完全的平面，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对吧？那它是一个弧形，所以你靠左边一点和靠中间一点和靠右边一点，那不都是出弦点面都是一样的吗？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不太需要是说每一个人的角度都是非常一致的，这个是不用的。你只需要是这样。贴的琴弦倒是要，你不能是这样子侧边去划弦的，其实还是靠你的甲片出弦就行，然后放好。明白了吗？这个是一个关于对你这个角度的一个解答啊，问得非常的好。其他的同学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问一下啊。刚才呢，2位同学问得很好，一个是需要这样子排列吗？可不可以这样分开啊？不可以，因为音色不统一，所以需要排列。但排列呢，你不用想着说，我每一个都是这直线啊，因为你的这个琴码都不是直线，所以你的手完全都不用是这样的一个正直线啊，斜一点就可以了，斜线。然后弹完放松，放松啊，你只需要你的这个角度都要有出弦啊，你不要是这种侧面，那就不行了。但是你这个弧度，你弧度不论是哪一个面出弦，其实都是一样的呀，因为是一个弧形，对不对啊？好的，再来练一下啊，走。然后再这个呢，你可以感觉是那种把手拎起来啊，有点像打太极一样的感觉，对不对？让它拎起来，走，拎起来啊。